用500块在6个月内有翻成640千，参与这个 campaign， 你就有机会得到0.1个 BTC， 就是差不多3000多马币。喂，你在做什么？没有啦妈，我在做 trading 啦。哈，做 trading 很危险的，你知道吗？烧到手怎么办？不要玩，关掉！哎呀，你以为 trading 这样容易咩？你看每个人进场出来都出钱的。哎呀 ，trading 要懂很多东西啊，我数学不好，不要烦我。小年纪就在那边学人家炒股，你以为 trading 很容易啊？trading 那么容易的话，全部人都赢钱了啦，这样容易。哎呀，这种 trading 生意做不长久的啦，都不稳定的。上个月股票大跌，他输了身败千那边，玩股票不要玩了。现在经济这样不好，你还在 trading 赚钱啊？你是脑袋进水了。trading 上数学很好才可以做，你懂吗？你数学这样烂啊，还要在 trading 里面赚钱，等久就有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今天要跟你们讨论就是6个在 trading 上面的迷思。刚刚我开头做的那个情景剧是不是有一点熟悉嘞？今天我就一一来点破，一一列出来跟你们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立场，我觉得它是一个迷思。OK， 就来第一个，我们传统社会上我们都会一直听到高风险才高回报，低风险就低回报，这是我们传统观念所认知的一个东西嘛，这个一个事实。对我来讲的话，在 trading 上面，其实你要得到我们讲暴赚暴赚就是你的高回抽嘛。但其实你要达到高回抽，其实可以用很低的风险去换回来的。反正有时候你在 trading 里面，你想要用高风险，你是换不到高回报，反正你会得到低回报，甚至是亏损。所以这个是 trading 的一个迷思。为什么？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要知道，在 trading 里面呢，你亏的额度是有限的，可是你赚的额度是无限的。因为只要你看对进到单，然后你就抱住。等到真的是给它赚到准的时候，让那个 profit 一直让到准的时候，去到最高点，它可能是翻你的整个 account 的我的2倍、3倍甚至5倍。我讲的这些数字不是乱谈都是我在我的 trading community 真的有人做到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全部都是，有些人是翻了整个我的68%，有些翻了2倍，有些翻了3倍，有些翻了5倍 ，OK， 有些翻了30倍 ，OK， 这些都是在 trading 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你会讲他们赚这样高，他们是不是用很高风险才可以得到这些所谓的回报呢 ？OK， 不是的。刚才我讲了，亏是有限，赚是无限的。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悟到这一个点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刚刚进场学习要 trade 的人，或者是我们讲新手我们讲新手，很多人新手进来，他们都会盼有很高的期望值，所以他们每次下单的比例就会很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你在用高风险来去进这个单，因为你用很大的配重去进单，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在我之前影片讲。当你的进单额度很高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期望越高，你期望越高，又再加上你的风险比值又在提高的情况下，你的心理压力会很沉重。心理压力很沉重的时候，又加上你是一个新手的话，你没有去看过很多世面我们没有看过一些高低起伏觉得你会没有把握，你就会因此而做错决定。你可能是看对了，可是市场上在真正往你的方向走之前，他先吃掉你的单，先让你被淘汰扫出去了过后止损出场，他才继续向上走。这个时候你没有赚到钱就算了，你反而错过了那个可以赚钱的一个大好机会，这是第一点。OK， 再加上新手会每次犯的错误就是每次犯错的时候，在不对劲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离场，这就变成什么？它就会变成套牢的现象。可能一开始输一个10%、20%，它会回来了，因为你一直觉得我看的是对的。说当那个市场一直对着你的方向冲的时候，结果变30，变50，到50的时候，尤其是新手，因为沉没成本的关系，因为你已经投入了你的资金上去，你一直期盼它，以为它会回来，可是它会回来吗？它不会回来，因为市场会不会回来不是你说的算的，不舍得出场，到最后变成你的巨额亏损，甚至是爆单。这样一反过来讲，每次新手在输着的时候又不愿意出单，再反正他赢一点点，可能他赢一个18%、20%，他就很急着，因为要赚到钱嘛，他就离场了。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每次你赚是赚10到20%，可是输的话可能是输50%以上。所以每次这样长期下来，你可想而知，它整个 overall 的 trading account 的 performance 会是好还是不好嘞？这样肯定是不好的嘛，一定是亏钱的。所以我今天该讲的那scenario，其实跟我刚刚要提的那个观念有一点关系的。为什么我们一直会有这个传统观念是 high risk high return？ 今天我要打破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套牢，这样套牢的对比是什么？套牢的对比就是暴赚 ，OK？ 所以既然我们有可能套牢，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暴赚呢？怎样讲 ？OK？ 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既然我每次是不愿意太早出场，所以我套牢。
这样可不可以反过来讲，当我赢钱的时候，真的是看准到趋势站在我这里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继续 hold 着呢？这样是不是变成我本来是所谓的套牢的，我可以变成是暴赚？所以这个暴赚是什么？当你开始暴赚的时候，你的价钱已经脱离你的成本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是8500到9000的这个价钱在徘徊。说8500到9000呢，它就是一个楼梯。所以假设我7000就已经进了场，我一直 hold 到现在，它价钱在8500跟9200这个价钱之间震荡，这样我就知道大方向现在是牛市的话，它是上升的趋势，我就可以继续 hold 这个单。在楼梯之下，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会被扫出场，因为我们怎样输，就算我们把一个止盈点、一个止损点放在楼梯之下，我们都还是赚的。因为楼梯之下，可能我7000点进场，我慢慢就算我加单了，我可能加到我的平均价是7600，从7000拉到7600都好，不用紧。我的楼梯现在是8500到9000了，7600到8500我还有一段距离，即使我放一个止损在可能8300都好，我还赚得到7600到8300之间600点的差距。而且你不要忘记，600点是 after 你已经加了，当过可能你的成本区是用了你这个 wallet 的，可能本来你是进个5%，可是你一直加到10甚至20都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你很有纪律、很有计划，你懂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把你整个进单的额度提升。这个进单额度提升，你对外面的人来讲，哇，你越加越重，你是在玩火，你的风险很高。可是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没有风险，而且完全是可以说是零风险。我只有2个局面，第一个是我完全不赚，第二个是我暴赚。为什么不赚的情况就是它一直针插下来的话，动到我的止损或者止盈的话，就没关系哦，反正我又没有亏损，可是我可以换到来的一个机会，什么？我可以暴赚，这个暴赚是可以我刚才讲的3倍、5倍，甚至是10倍。10倍有点太夸张，可能可以一个单里面可以赚一个3倍到5倍。OK， 这是真实发生过，在我的 trading community 里面，以我刚才这样讲的所有去推算下来，反而你今天把你的 mindset focus 在暴赚的这个企图心或者是目的的话，反而你的风险是降到很低。你可以想象是我用套牢的心理，它没有最高，它只有更高一样。如果我今天做空的话，它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我只要照这趋势去走，我就有可能赚到暴赚的机会。OK， 这就我为什么我讲，其实在 trading 里面你可以做到是低风险高回报。接下来就讲第2个迷思，很多人都会讲trading 是一个很难赚钱的，因为股票78%的人都输钱啊，在外汇市场 Forex 市场。85% 的人都输钱，在 Bitcoin 的话，我看过一个 study 是讲90% 的人都输钱。为什么这样多人会输钱 ？OK， 我个人有2个主观观察，为什么？你会发现到，如果你拿股票 Forex 跟 Crypto 来比，你会发现到最多专业人士会聚集在哪里？会聚集在股票上面。为什么？因为股票需要很多 license 啊，需要很多专业的金融知识，你才可以真的是实际去操控的。所以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讲，Stock 是入门槛比较高的一个金融产品。反过来讲 ，Crypto 是充斥着最多所谓不专业的人。说不专业的人，当然90%大部分人都是输钱的。可是我的个人主观观念是什么？既然那么多人输钱，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去想一下，当你周围的人都在输钱的时候 ，Why not 你就去观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用什么方法来trade，所以让他们输。然后当你观察了这些点之后，你只要反过来想，逆向思考，其实你就在做这反过来的事情，其实你就赚钱了。因为今天 trading， 如果你把它简单化的话，不是买上就是买下。这样其实如果你看到大部分人都在买上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抓到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永远大部分人都是输家。这样你只要学会做那小部分人，就是你给他反过来，让他买上你买下，他买下你买上，这么简单。这是简单概括啦。我知道在现实世界里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可是我要讲的是一个 concept。今天既然那么多人让你参考，讲他这样做是输的，这样你只要去参考、去学习、去观察他们做什么动作，你反过来做，其实你就会赢钱了。然后第2个 opinion 是什么？个人的一个 trading 哲学是，庄家永远是赢钱的。因为为什么 majority always lose, always minority win？ OK， 为什么 crypto 会是充斥着很多不专业甚至是赌徒心态的人进来？因为它的 volatility 大嘛。你会发现到 stock、forex 跟 crypto 的话 ，crypto 的 volatility 是最大的 ，forex 是中等 ，stock 是最小。所以你会发现，当 volatility 越大的时候，起伏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更多类似于投机者或者赌徒心态的人会进来。这样进来的话，自然的话，你会发现到大部分人都输钱，因为赌徒永远都是输的。可是你要知道 ，volatility 越大的话，对我们这些 trader 反而是好事，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没有起伏的话，我们就没有空间去赚取我们的盈利，我们就赚不到 profit。
所以简单来讲，逆向操作就是去学会主流市场上面所用的方法，或者是看盘的心态。所以当你知道那些大众的心态，也知道主流市场是怎样去 trade 的话，你只要去学会逆向操作市场上面的思维跟思考方式的话，你就可以做少数人就会赢钱。这第二个 opinion 就是我的主观认为，就是因为我的 trading 哲学就是 bankers always win。在 crypto 这个领域里面，因为我是做 crypto 的嘛 ，crypto trading。在 crypto 这个领域，这个庄家的现象是比 forex 跟 stocks 更加明显的一个现象来，庄家现象。Bankers 有比你多的资讯，还有比你大的资金，庄家可以控制整个盘势的。OK， 这样我们既然知道 Bankers always win 的话，我们只要学会做什么？我们只要学会站在跟庄家同一条阵线。所以我的 trading 哲学，我的 trading 的所有方式跟看图跟策略，全部都是抓着庄家的思维。今天我就是在看庄家到底现在是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做就对了。跟着庄家做，永远是赢钱的。我懂得去看什么情况下庄家现在是在做着什么算盘，我就跟着，我就赚钱了。因为你要知道 ，Bitcoin 这个 market cap 还是相对来说，比起股票是算兆的，可是，在比特币里面是算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 market cap 而已。OK， 说两边做比较 ，stock 既然都可以有控盘的人，这样试问一下 Bitcoin 的话，是不是更容易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第二个迷思就是 trading 其实不难，你只要去找到它的那个诀窍，跟它的后面的那个背后的思考方式是什么，不要去阻碍庄家赚钱，你就可以赚钱。如果今天视频对你有一些小小正面的影响的话，不要忘记帮我 subscribe、订阅、share 给你的朋友，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说每一次影片更新就会得到最新的通知。还有帮我 like 跟 comment， 我们继续在下面做交流。这里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了，拜拜。